阿娘将我藏到暗格里，我以为她要同我玩捉迷藏，可她用布条塞住了我的嘴，严肃地叮嘱我无论如何不能出声。我从暗格的洞眼里看见我进家132口，满门被屠，尸骨泣血。为首之人是一个儒雅的白衣男子，大夏国的中书令宋明。他用雪白的帕子擦拭剑上的血，笑得阴冷。一介卑微的贱民，还妄想撼动百年世家，不自量力。所以他的全族也活该死在我这个贱民手上。这一年我7岁，第一次学会了恨。我踏过族人的尸骨，从狗洞钻出府邸，跟随人流离开了长安。阿爹阿娘只教我礼义廉耻，却未曾教我如何辨别坏人。我被几次贩卖，逃了，被抓，再逃，再抓。我不懂得服从，也不懂得讨好，于是又被一次次毒打。后来我因为一颗糖被一个慈眉善目的毒师骗了去，他将我带到一个村里拿我炼毒。我在爱吃糖的年纪从此恨上了糖，那几年真是生不如死啊。于是我第一次学会了杀人。不对，不是学会，杀人只是我求生的本能。再后来一场大饥荒席卷而来，四皇子前来赈灾，百姓说他不仅生得温润如玉，还爱民如子。可那日我满目希冀，枯瘦的手抓住他的衣摆之时，他蹙起了眉，下意识的嫌弃之色却没有掩住。一声冷漠的声音，我被他的敬畏狠狠地踢在脸上，身子受力往后飞出3尺远。我顿觉头晕目眩，脸上火辣辣的刺疼，一股温热的液体从我的脸颊滑落。什么爱民如子，不过一句笑话。我摸出了毒粉，他只是灾民。一道斥责的女声传来，一抹洁白的人影落在我身前，柔软的帕子按住我脸上的血口。她是宋子渊，四皇子的未婚妻，我的仇人宋明的女儿。她救了我。那个伪善的宋明竟也有如此良善的女儿啊！若是我阿爹阿娘在，我也该被养得如她这般美好吧。我成为宋子渊的贴身女使，化名云锦。灭族仇人就在眼前，年仅36岁，清高儒雅，位列大夏国的丞相，权倾朝野。我本可以一把药毒死他，可如今的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耐性，怎能让他死得这般容易？我伤好之后出现之时，人群中便不时会有惊艳的目光投来。可对一个卑微的丫鬟来说，美貌等于灾难。3个月后，宋明唯一的儿子死了，花柳病，年仅17岁。没人知道是我下的毒，他见色起意，趁宋子渊不在，便想玷污我。我越苦苦哀求，他却越兴奋。可在我的毒药作用下，他根本硬不起来，除了弄我一脸口水，什么皆干不了。日复一日，那慢性毒药终于毒发了，是一种状似花柳病的毒。宋府满门沮丧，白发人送黑发人，哭嚎声不断，那声音竟有几分像当年我族人被屠时的哀嚎。宋明满目悲痛，我看见他紧握双拳，指甲嵌进掌心，殷红的血滴落在他雪白的衣摆上，而我在不远处用洁白的帕子擦着一个瓷瓶，唇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如同当年擦剑的他，我便是要他一点一点地尝我尝过的那些痛。丧子这哪里够？我进家被屠之日，可是连哭丧的人皆没有。那时我阿娘的肚子里还有一个未出世的胎儿。半年后，宋明过继了旁支的孩子，养在膝下。宋家是百年世家，枝繁叶茂，死一个公子对他并无太大影响，何况他还有个妹妹是大夏国的皇后。他膝下的四皇子流着宋家的血，扶持四皇子登基为帝，宋子渊为后，下一代帝王便又是他们的人。如意算盘敲得可真响啊，我怎会如他的愿？他并不知道他的好女儿宋子渊其实并不喜欢四皇子啊，而四皇子据我观察，他可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温润。四皇子和他的禁卫偶有来府上，那禁卫看我的眼神同宋明的儿子并无区别。他是江家的独子江燕，四皇子的左右卫上将军，亦是贵族子弟，已娶妻，且有5房妾室。他大概忘了我还是那个差点被他一脚踢死的灾区乞丐，我记仇得很呢。狩猎场上，我如往常般跟在宋子渊身边，忽然有人将我拦腰一抱，江燕将我捞到马上，回头对宋子渊喊：借你的人一用，保证完璧归赵。
青天朗日，众目睽睽，我与他一起骑入密林，哪里还有清白可言？他敢如此，便是笃定了宋家不可能因为一个丫鬟跟他这个四皇子身边的红人伤了和气。不仅不会，若他要，宋明甚至会主动奉上。可凭什么？就因为我是一个身份卑微的丫鬟，便活该被如此对待吗？这可是狩猎游戏啊！会发生什么，引人遐想。可究竟是谁猎谁，还不一定呢。我等这一天也很久了。江燕的箭精准地射向了一个人，那个人不是普通人，是一个寒门出身的年轻谏官，坚定的太子党。四皇子背靠世家，而太子背靠寒门。可惜寒门已经快被赶尽杀绝了，连陛下也被宋明欺压得完全没了斗志。开始寻仙问道了。这场狩猎是二皇子举办的，他属于四皇子党。狩猎吗？有个别人被猛兽咬死也不是不可能，他们便是要借此铲除异己。你看，这便是不听话的下场。江燕的声音如阴冷的蛇信在我耳畔划过，我害怕的发抖。江燕便笑得肆意，而向来以仁厚著称的四皇子见证了一切，却未曾为我说一句话，便如同当初江燕一脚踢向我时，他只是不轻不重地说了他一句：“你不该伤人。”他生得俊美，温润如玉，一双桃花眼看谁皆温和，一言一行无可挑剔。实则那层温和的背后是冷漠，是对任何人皆不信任、皆不在意的冷漠。他只在乎利益权衡，而我只是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丫鬟，并不值得他去为我出头。可很快，他们也遭受了伏击。那谏官明知这场狩猎是鸿门宴，为何还来？他们想反杀，蠢啊！江燕已经顾不得我，将我扔在一旁。好在那些人的目标是四皇子和江燕一党，并没有要攻击我的意思。我躲到了树后边去，他们越打越远，看不见他们后，我便跑去探那谏官的脉搏。还没死透，我掐住他的人中，将他按醒。公子，忍住！现在我要为你拔剑。男子疼得面目扭曲，依旧不忘同我道谢。多谢。我神情严肃。公子，你们糊涂啊！杀一个四皇子，太子便能赢吗？皇子那么多，世家大可以换一个皇子扶持。你们此举分明是给世家递刀子，还是好大一把大刀？刺杀皇子啊！你就不怕世家借着这个罪名把寒门一锅端了？10年前金家举族覆灭还不够惨吗？莫激动，我有一计可保寒门，你听好了。我有一计可保寒门，你听好了。今日密林里忽然出现了一伙刺客，是刺客的箭射中了你，你身上的箭便是证据。说完，我抓起他的手按住血口。自己按好，现场便交给你处理了，我还有事要做。我起身，干脆利落地褪去外衫。你做什么？年轻的男子满脸通红，神情紧张。放心，不会要你负责的。我脱得只剩中衣，又扒了一个死了的刺客衣服，换上后便要去追四皇子等人。姑娘，请问你是哪家的姑娘？身后的人问道。我没有家，无父无母，我叫云锦，是宋大姑娘好心收留的丫鬟。记住了，千万不要透露是我救的你。我阿爹也曾是一名刚正不阿的谏官。我头也不回地跑了，追到了悬崖边，刚好赶上四皇子要被一箭穿心，而他的禁卫江燕已经自身难保，哪里还会管他？我冲了上去，挡在四皇子身前。我穿着护甲，箭捅不进去，可是力道太大了，我们受力落了崖。我抱住四皇子，转了个身，我在下，他在上，牙锋猛烈，吹走了我的面罩，露出我的脸。我迎上他那惊惶又惊愕的眼神。殿下，以我为殿，换你平安。云锦，只愿你好生待我家姑娘。四皇子可以死，却不能死得如此没价值。这并不能真正改变寒门的命运，亦不能改变我们这些卑微平民的命运。这水已经够浑了，便多我一人去搅弄这风云吧。崖底是海，又有护甲加身，我大概率不会死。我的确没死，可是凶猛的海浪将我和四皇子冲开来。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不会水，而且很怕水的样子，扑腾几下就往水的深处沉去。真没用，我只好潜进水里向他游去。我一手环住他的背，一手扶住他的后脑，轻身过去给他渡了一口气，而后揽着他往水面游。他下意识地抱紧我，生怕被落下似的。
我们抱着浮木飘到了一座岛上。那天夜里，养尊处优的四皇子又没出息的发了高烧，直打寒战，太没用了。我无奈只好抱着他，他畏冷便也下意识地抱紧我这个唯一暖乎乎的人。我实在是累了，不知不觉地沉沉睡去。翌日，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很久很久，直到我睁开双眼，目光与他的猝不及防的相撞，他竟然显出了几分慌张，松开抱着我的手。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不烫了。我边起身边道：殿下，你昨夜发烧了，如此只是权宜之计，不必放在心上。你去哪儿？我去找些果子吃。殿下要在这儿等，还是一起？一起。机关算尽，永远摆着一张温和假脸的四皇子，在与我一同被困在这座岛上后，面上终于有了几分真诚。他还有洁癖，总要把自己捯饬得干净整洁，一丝不苟。可想而知，当年我脏兮兮的手抓他的衣摆之时，他该有多嫌弃。日复一日，我们皆没有看到任何救援的人出现。我们并肩坐在岸边，看着潮起潮落。殿下，你有想念的人吗？没有。我想念姑娘了，她一定正在想方设法找我。你的家人一定也正在找你。自嘲一笑，而后沉默不语。良久之后，他很是疑惑地问我：你为何要舍命救我？大概是因为你是姑娘的未婚夫婿，大概还因为当年是你同姑娘一起救了我。他依旧看着我，这个理由并不足以说服他。一个内心冷漠之人，是很难相信有人会为了报恩舍命的。况且，他的直觉并没有错，他曾漠视我，我没理由救他，可我实实在在的救了他，我显得有些懊恼。心随意动，那一刻什么皆来不及想，又如何说得清呢？许是因为我善良，还因为殿下在我心中不是什么坏人，值得救。他又问：若我不是皇子，只是陪诏，你还会救我？原来他清楚所有人对他的恭维皆因他的身份了。我笑了。我就一个人，从来便跟他的身份毫无干系。他也笑了，俊美逼人，笑里是有几分真诚的。那日他同我原本有一个异母同胞的弟弟，弟弟比我聪慧，比我能言善道，总之样样比我好。他的母后和舅舅宋明很疼爱弟弟，对弟弟精心培养，却对他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冷漠。他绞尽脑汁写了一首关于母爱的诗，却被他的母后嘲讽斥责，说他光琢磨一些没用的东西，不长进，没出息。直到有一日，弟弟无意落了水，救上来后发了高烧，后来变得痴傻，他们的态度又完全变了。他们开始对他嘘寒问暖，对他精心呵护与栽培，而弟弟成了以前的他，无人问津。以前他以为他们只是不爱他，后来他才明白，原来他们谁也不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能巩固家族利益的皇子罢了。后来呢？你弟弟呢？他又偷偷跑去玩水，再次落了水。被发现时，他浮在水面上，躯体肿胀，面目全非，完全看不出当初的模样。他的声音很低，没有人为他掉一滴泪。难怪他如此怕，他怕变傻，怕死，更怕死后无人问津。他们找不到我，必定会拥立其他皇子，便如同当初拥立我一般。殿下，想回去吗？我陪你杀回去。我微笑道。我每日皆要下水去探路，每次游回来时，远远的便能看到裴昭立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我的方向。我回来了，他眼里便有了光。直到有一回，我去了2天2夜，天光微亮之时，我回来了，竟看到他依旧站在那里。我还没到岸，他便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踏入他恐惧的水。一向克制有礼，还有洁癖的他，忽然紧紧地抱住湿漉漉的我。别再去了，我们不回去了。不回去，意味着他要放弃皇子的尊贵与荣耀，一无所有的同我待在这座岛上。这2日，他一个人驻望这片汪洋大海，等着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归来的人。在某一刻，他下了一个决定，若那个人没有扔下他，他愿意放弃一切同他一起。这一刻，我便知他完了。这个看似冷漠的少年，其实缺爱又渴望爱。他被刺杀时，落水时，高烧时，入望时，每一个绝望时刻，我不曾有一次扔下他，我一次又一次地拉住他，成为他心里唯一的光。不曾得到爱的少年，
怎会不贪恋光？可是我微笑着说：“殿下，我探到路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宋明不知道，他一手扶持的皇子正在脱离他的掌控。每个午夜梦回，我总能看见阿娘挺着大肚子，匍匐在他的脚下求饶。他却不做犹豫地将冰冷的剑刺入我阿娘的肚子，转动剑柄，肆意翻搅肚子里的血肉。他微笑道：“剑明的主，如同蝼蚁。那么他的全族的命也该死在我这只蝼蚁手上。”我们坐了一艘木筏，带上吃食，历经5个日夜，回了皇城。世家果然拥立了其他皇子，8皇子被转到皇后膝下抚养。裴昭回去后，皇后宋明又惊又喜。听说皇后甚至红了眼圈。裴昭的身上流着的是宋家的血啊！世家最重血脉，裴昭自然是他们最愿意扶持之人。可他还会心甘情愿做一枚任他们摆布的棋子吗？至于刺杀之事，因为剑关那支剑有皇家的标记，他们怀疑到了其他皇子头上。2皇子作为这场狩猎的组织者，首当其冲。偏偏他受了宋明的指点，的确做了一些残害忠良的勾当。那日被杀害的不止那个剑官，江燕明知剑官撒谎，却不可能透露半句。4皇子生死不明，他这个左右卫上将军因护卫不力，已被革职收押。若是再加上一条蓄意杀害官员，他基本没活路了。他不会傻到自投罗网，于是他也有意无意地把罪名皆推到2皇子头上。最终草包2皇子成了替罪羔羊。宋明的棋子又飞了一颗，我便是要一点一点地拔掉他的爪牙。他引以为豪的世家将被我这只他看不起的蝼蚁逐步瓦解。裴昭让我同他回王府，我拒绝了。回了相府，我同宋子渊交代了一切，只隐瞒了剑官那一段。你喜欢4皇子吗？不喜欢。那你为何如此舍命救他？他是你的未来夫君。若是他回不来，我的夫君便会换成8皇子。难道你也要为8皇子舍命吗？你有几条命？小锦，你记住，你的命并不比任何人低贱。若那人真心待你，是与你惺惺相惜的心上人，那我无话可说。可他不是，日后莫要再做这样的傻事。他竟说我这个丫鬟的命并不比任何人低贱。这个任何人包括金尊玉贵的4皇子。我消失这几个月，繁华如长安城，却只有一个他为我夜不能寐。我的喉头莫名有些哽咽，点头。我常想，宋明如此伪善之人，究竟是如何养出宋子渊这样一个良善明理之人？他从小被当成皇后的人选培养，宋明夫妇对他可以说是极尽苛刻，一点行差踏错便要被训斥或罚家法。可他极爱看书，或许是书中的文字养成了如今的他。他的琴技还是长安一绝，连皇宫里的琴师皆自叹不如。可他琴声里的苦闷却无人能懂。直到2年前的竹林里，他的琴声扬起，路过的少年停下步伐，掏出纸砚，笔墨挥洒间，琴里的意境便跃然纸上。后来他每月皆要到竹林里弹琴，那少年也必定会出现。他们从未有过任何乐举言行，却早已心有灵犀。可是后来，他让我去同那少年说，他不会再去了，他要嫁人了，嫁给世家扶持的皇子，成为皇后，是他不可能更改的宿命。这不，4皇子一回来，宋明夫妇便让宋子渊去王府送补品。王府，裴昭和宋子渊并肩走在前头，郎才女貌，貌合神离。我和江燕跟在后头。裴昭将江燕从牢里捞了出来，仁厚向来是他的手段，他失一点整个江家便对他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他甚至会纵容手下犯一点错，如此他便握住了他们的把柄。何况即便换一个禁卫，便能为他挡刀射命吗？他从来不信。江燕见到我时惊讶道：“你还活着？”他并不知道救4皇子之人是我，我不应他。不理人，他却越来劲儿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宋子渊，江燕一直盯着我。今日我特意穿了比往常低领一些的长裙，露出了雪白的脖领和锁骨。我没理他，他却越来越放肆，竟忽然搂过我，捂紧我的嘴不让我出声，在我的脑门上亲了一口。看，因为我只是一个丫鬟，他便可以肆意欺辱，那么他也该死。下个瞬间，有人一拳打在他的脸上。我的人你也敢动？一向温和的裴昭
忽然像发了疯的狼，目眦尽裂，对着江燕一顿猛揍，眼看就要打死人。我和宋子渊连忙拉住他。殿下，我无事，不要打了，再打他便死了。我舍不得碰一下的人，他竟然敢！今日之事，谁敢透露半句？他冷冰冰地下了死令，而后拉着我到屋里，命人拿来了温水，一下一下地擦着我的脑门。好了，殿下，已经很干净了。我抓过他红肿的手，打开一旁的药瓶，将药膏一点一点涂抹在他的拳头上。殿下，您今日不该如此冲动。他该死。殿下今日怎么像个小孩似的？往日是我太纵容他了，惯得他没个轻重。殿下，若今日江燕调戏之人只是个寻常丫鬟，或者说是还没同你共过生死的云锦，你还会如此吗？你不会。小姐，殿下，您是皇子，日后还很可能成为这天下的君王，而这天下的绝大部分人，皆是像我这般人微言轻，命如蒲草。若是可以，还请殿下能对这样的人多一些庇护。宋子渊在闺房里来回踱步，神情慌张。我从未见过四皇子如此失控，他怕是真心喜欢你。可是皇家无情，若是姑母，我爹知道，容不下你的，你必须马上走。到了这一刻，他竟只是担心我的安危。我摇了摇头，我不走。他怕是对他爹的能力未有清醒的认知。世家之手遮天，我能走到哪儿去？何况我所走的每一步原本就九死一生，我太弱小了，不赌上命，哪里能撼动世家？可我即便是死，也要死得有价值一些啊！我活一便希望这天下可以少一些像我一般的悲剧。这事原本不算大，毕竟江燕先是护卫不力，后又德行有亏，且他调戏之人还算是四皇子的救命恩人，怎么说皆不占理。给他点教训并不为过，我亦罪不至死。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江燕死了，伤口经久不愈，溃烂而亡。没人知道是我下的毒。从他亲我的那一口开始，毒便由他的口腔侵入五脏六腑。我只下了慢性毒药，他本不该死的那般快，可我算漏了。裴昭会将他打成如此重的伤，算漏了内毒发作的那般快。他从脸开始肿胀溃烂，再到身体四肢、五脏六腑，其痛苦程度比当年初见时给我的那一脚要高了千倍万倍。江家是高门显贵，江家唯一的独子，因为一个丫鬟被四皇子打死了，这可就不是小事了。宋明命人将我押走之时，我便知道我凶多吉少了。一个丫鬟的命并不值钱，他们必会用最狠辣的手段折磨我，如此才能解去半点心头之恨。可我觉得畅快，裴昭打得好啊，江燕死得好啊。宋明与世家之间，世家与四皇子之间，终于裂开了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这道裂痕会越来越大，盘根错节，相互包庇的世家将不再坚不可摧。我被绑在江府阴暗的刑房里，刑具一个接一个地上，江父的眼里充斥着恨意。丧子之痛已经让他几近疯癫，他动不了四皇子，便将所有恨意皆发泄在我身上。可他不知道我是被炼过毒的，我的血液皆是毒。他将我折磨得鲜血淋漓之时，空气中便也充斥着我的血气。这里密不透风，他日夜折磨我，同我待在一起，想不中毒皆难啊！他活不久的，他会死得比我更惨。当年便是他为宋明鞍前马后，屠杀我尽家全族。如今他们父子皆要死于非命，江家断子绝孙，报应不爽啊！可惜我很没用，我一人的力量很弱小，跟世家斗便犹如巨幅撼树，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我阿爹阿娘很爱我，他们应当不会怪我。这里太黑了，我其实很怕黑，我想他们了。暗无天日的刑房里，忽然一声急切的推门声，有刺眼的光线照射进来。我下意识地眯起眼，光影重叠中，那个本该温润如玉的少年只剩一脸的惊惶。裴昭抱着奄奄一息的我离开江府，
身后是抄家的声音。江家因为侵害忠良、贪墨军饷等罪名，满门获罪。你相遇是抬低了江家的罪证。他点头。裴昭不是一个草包皇子，表面上跟世家休戚与共，可他从没有信任过谁。他手上握有世家的密信并不奇怪，可宋明怎会容忍他如此胡闹？他似是知道我的疑惑，温和地看着我道：江燕因我而死，江家有意转投太子，舅舅自然要将江家除之后快。我蹙眉。好吧，是我伪造了江家与太子的密信。他说，不枉我几次舍命救他。我心里横生一丝快意，我赌赢了。在裴昭为我失控到差点打死人之时，我便赌，若我被江家暗害，他会为了救我不惜得罪江家，甚至为了我打掉江家。我原本并不对这个赌约抱任何希望，我信不过他，更信不过什么爱情。可他竟真的来了。原来在绝望之时，有人为你而来，是这样的感觉。好了，不用担心我，也别管他们了，我们回家。他看我的眼眸是掩不住的心疼。家？我哪里还有家？我的家早被世家毁了。晋家是陛下一手扶持的寒门，屠了晋家便如同砍了陛下的臂膀，而我借裴昭之手屠了江家，便也如同砍了宋明的臂膀。又一颗棋子被我废了，还是一颗重要棋子呢？接下来便是宋明了。宋明这样一只老，他未必没怀疑信件的真假，可是他疑心重，宁可错杀100，也不会放过一个。他走一步算10步，甚至在把我送给江父前，便给我灌下了毒药。那是一种让我身体不断亏空、短命的毒，即便我侥幸从江父手里活下来，也活不长。所以他并不担心裴昭救我。更重要的是，他从头到尾清高儒雅，一双手干干净净。我的死皆因江父，同他一点关系皆无。裴昭不会因为我与他生了嫌隙，可他也算漏了一件事，我是被炼过毒的，我百毒不侵啊。他不知道，他看不起的蝼蚁，看不起的贱民，正在酝酿一场巨变。当年他是怎么用最残酷、最泯灭人性的方式屠杀我晋家的，日后我便会怎么加倍的还回去。我会将他捧得高高的，在他最风光之时、最得意之时，摧毁他的一切。他以为早已扼杀的一切，即将发生。我成了王府里的长氏姑姑，负责裴昭的饮食起居及后院一切事宜。裴昭对我并不设防，我能靠近他的书房，能知道王府的诸多秘密。那日，宋明来了，他们准备在太后寿宴中陷害太子，计划是对太子和礼部侍郎李燕的妻子向氏下情药，再将他们安排到同一间卧房里，来个捉奸在床。李家虽为百年氏，但因李燕之妻向氏出自寒门之手向将军府，因此李家在党派之争上处于相对中立的态度。可若是太子侵犯了李家主母，蒙受如此羞辱的李家必将完全倾向四皇子，而太子也将因侵犯官父而声名狼藉，届时世家便能借此废了太子之位。此计实在毒辣，却是一箭双雕的好计策。裴昭却犹豫了，可宋明是来知会他的，并非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朝堂之争哪有君子可言，哪一代的帝王不是踏着尸山血海上位的，可凭什么那个无辜的项氏便应该被牺牲？当年我被那毒师带到村里炼毒，毒师常常一连出去几日，将我锁在屋中，任我自生自灭。每回饿得头眼昏花之时，总有一个叫招娣的小姑娘偷偷塞东西给我吃。拿着，快吃吧。后来我将那毒师反杀，逃了出来。那场饥荒，招娣被李府主母向氏收留，而我被宋子渊带回。我们于去岁在长安相遇，他说向氏给他取了新名字，叫向奎，还教他识文断字，授他安身立命的本事。他口里的向氏同宋子渊一般，是极善良的姑娘。这样好的女子，不应该成为朝堂之争的牺牲品。宋明离开前，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眸光如同当年屠杀我族人那般阴冷。我适时地咳嗽好几声，显得无比虚弱。他笑着离开了，我也笑了。他想彻底扳倒寒门和太子，问过我答不答应吗？寿宴之日，向氏因身子不适，被带到厢房休憩。向奎不在，另一个丫鬟向秋是个不靠谱的，轻易便被支开了。而向氏的夫君李彦被世家少爷缠住，脱不开身。这时候，太子也因吃屎引发了身体不适，被有意带到向氏的厢房休憩。我从另一边的窗户翻了进去，只见向氏已经软绵绵地昏睡在床上。床与厅隔着一道很大的屏风，屏风之后，太子坐在桌旁，他的耳朵发红，烦躁用手指按着额头。我走了过去。太子殿下，他看见我很是惊讶。小姐，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去远郊的大杂院，给同我一样无所依靠的老少们带去一些吃食和衣物。偶尔会碰到一个少年也来此，孩子们叫他新哥哥，对他很是热络。少年在院子里摆了桌椅，教孩子们识字读书，我便也坐了过去跟着学。我的拿笔姿势总不对，少年下意识地抓住我的手指，调整手势，手指相触，他又忽然意识到什么，立时松了手。抱歉，姑娘。有何抱歉的？难不成因为我是大姑娘了，公子便不愿叫了吗？自然不是。那公子如何待他们，便如何待我吧。他点头说好，却教得极克制，尽可能的少触碰到我。看得出来是个教养极好的。我还猜他大概没怎么摸过女子的手，碰碰手指而已。他的耳朵便比那桃花还红。这个叫新的少年便是太子。我同他说，离府主母像是正在里屋就寝，而你备下了情药，并刻意带到这里，世家要毁了你们，你必须跟我走。他任由我牵着翻出了窗，情药已经发作，我能感受到那只与我相握的手越来越滚烫。曾经的我对宫廷是熟悉的，我避开人，将他带到最近的一座废弃宫殿。他忽然甩开我的手，跑到一旁的水井，用冰凉的井水浇灌自己。没用的，那是烈药，若不你会死的。世家势在必得，怎会给温和的药？你走。他赶我走，声音却是闭哑的，眼眸充斥着忍耐和压抑。我看着他道：殿下，你的小名叫星，因为你出生时满天星斗。幼时你有一个玩伴，他叫静云，因为他出生时漫天云霞。你们自小指腹未婚，青梅竹马，自小聪慧，而他却很调皮，总也学不好拿笔的姿势。他还爱拉着你爬树抓蝉。有一回，不善爬树的你从树上摔了下来，后背被树枝扎破，留下一个很深的伤口。你怕他挨罚，便隐瞒了下来。那段时间，是他每日偷偷为你换药。后来，靳家被世家构陷，满门被屠，没人知道，那个小姑娘被母亲藏在暗阁里，目睹了全族被屠。你是云儿。少年因为激动，眼尾氤氲出一圈红晕，头发湿漉漉的，水珠沿着俊美的轮廓划过滚动的喉结，坠入锁骨，潋滟动人。我点头，冰凉的手抚向他滚烫的脸。新哥哥，你是寒门的希望，是还我靳家清白的希望，你必须好好活着。他贪恋我手上的冰凉，下意识地贴着我的手，眼眸里的炙热越来越压抑不住。我上前一步抱住了他，在他耳边说道：我愿意的，新哥哥。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必须救他，可要救他不是没有其他办法，而我选择了这种方式。我要他欠我一条命，要他对我愧疚。他依旧是那个当年那个良善又有些腼腆的少年，可我早已变了。我不仅不良善，还想利用他的良善。被我抱住的人浑身滚烫，心跳和呼吸早已混乱不堪。一个吻落了下来，又不断的加深。太子把一个手镯套在我的手腕上，这是母亲为他未来的儿媳准备的。我不能收，太贵重了。我想脱，却发现怎么也脱不下来。他抓住我拼命扒拉的手，在我的手背上轻轻落下一个吻。这原本便是你的，物归原主罢了。他看我的目光，我莫名有些心虚。我与他早已不相配，我早已不信爱。
都是我该走了。3日后大杂院见。我走回寿宴，路上遇到正在找我的四皇子裴昭，我谎称迷了路，他信了。我用袖子盖住了手镯，听闻世家安排了人去抓奸，结果非但没抓到，还闹了笑话。更好笑的是，另一间厢房里，宋明的养子同陛下的嫔妃被捉奸在床，那妃嫔也是宋明安插在陛下身边的人。宋明那张永远儒雅清高的脸变得铁青，被气得秽乱宫闱。他的养子被判死刑，他权倾朝野又怎样？他也要清誉，也要服众，所以他干脆利落地撇清了同这个养子的关系，并大公无私地请求陛下发落养子所在的一整个旁支。他们在自相残杀啊，看世家狗咬狗真是畅快啊！我对那寒门的年轻谏官抛去一个肯定的神色，干得好，不枉我给他通风报信，让他去抓奸。宋明的养子不是第一次同那妃嫔偷情了。我为什么知道？因为繁华如长安城，高高在上的贵族却是极少数，绝大部分人是像我这样卑微的小人物。别小看小人物，我们才是运转这座繁华长安城的根脉。我在宋府、四皇子府这些年不是白干的，小人物的人脉一旦动起来，也能撼动大树啊。太子裴玉也闹了一起丑闻，酒后侵犯宫女，但是同宋家的一比实在不值一提，陛下只将他禁了足。我立刻明白了，寒门如今仍旧处于弱势，太子裴玉这是将计就计，让世家放松警惕，如此他在暗，世家在明，他便可等待时机，一举破敌。3日后，我去大杂院见了裴玉，我料他必定已将我查了个清楚，便没有多做解释。他要我离开四皇子府，我拒绝了。我身负全族血债，早已世局中人，岂能抽身离开？你事成之日，方是我离开之时。我不多逗留便走了，只留给他一个决绝的身影。王府，裴昭欲言又止，终是开了口。我同宋子元的婚事在冬月初5。他面上不显异常，袖袍下的手却因紧张拳头紧握。我研磨的动作顿了一下，而后继续手上的动作。好，你不生气吗？若殿下为了我拒了亲事，宋丞相和皇后必定留不得我。我知道殿下是为了我。我说，他的眼里有动容的神色，自然不单是为了我。人总有身不由己的时候，他是四皇子，他离不开世家，世家亦离不开他。世家要巩固地位，他便不得不夺嫡，没有其他选项。那么同宋家的联姻是必经之路，只是早晚罢了。他、我、宋子渊皆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既然改变不了，那又有什么好挣扎的？再说了，不联姻，怎么让宋明把全副心力投注到裴昭身上？怎么让宋明开心得意起来？怎么进行我的下一步计划？冬月初5，裴昭与宋子渊大婚。我井然有序地安排府里一切事宜。大婚之夜，有人翻了窗子进到我屋里，指腹瞄着我的眉眼。你倒是睡得香。一声无奈的声音，带着点咬牙切齿。殿下希望我如何？一哭二闹三上吊。我睁开双眼，问圆房了。裴昭没好气地轻戳我的额头。怎能毫无波澜地说出这2个字？你我还未……我怎能同他人？他说着，面色悄然红了。我叹了口气。宋姑娘是你的正头娘子，她救过我的命，是一个顶好的女娘。她即便千般万般好，可她的心里并没有我。她比我还怕元芳。我心头一跳，莫非他知道什么？你为何这样说？我有爱慕之人，知道爱一个人是何样。他看我的眼神，从来皆无爱意。我松了口气，他应当不知道竹林少年的存在。若来日事成，我会用太子欠我的那条命将宋子渊护下，或许他同那个少年还有可能。他救我一命，我便还他一命，如此便相抵了。她现在既已嫁了你，便是你的人，无论如何，你皆不能薄待她。裴昭蹙起了眉。云姐，你别那么希望我同别人好吗？不是，我怕殿下为了我得罪宋丞相。狡辩！你句句为宋子渊，你舍命救我说是为他，让你同我回府，你也不肯。如今她嫁过来，你非但不吃醋，还怕我待她不好。再
在你心里，究竟是如何想我的？他重要，还是我重要？哎呀，殿下，你怎的又耍起小孩脾气了？说，你重要。敷衍。他在生闷气，很难哄那种，怎么办？我往他脸上亲了一下，轻声说道：“不一样。”他是救命恩人，你是我喜欢的人。我第一回将喜欢这2个字说出口，他正在原地，闷气顷刻皆消，面色脖子皆红了。我往床的内侧挪了挪，给他腾了位置。殿下，你要不上来歇一会儿再回去？裴昭面色又更红了些，顿了顿，了一声，慎重地躺了下来。我蹭到他的怀里，听到他快速跳动的心跳声，拍了拍他的心口。睡吧，我最重要的殿下。他是个极重仪式感之人，即便情动，却也不会随意地同我有肌肤之亲。如此好的定力，实在让我懊恼。他让我的计划进行不下去。他伸手抚了抚我的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唇角上扬。睡梦中，有人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了句话：“我也喜欢你。”他起了身，从窗子翻了出去，还帮我将窗子关好。我睁开双眼，看着窗户想，既然他重仪式感，我便给他足够的仪式。裴昭竟然请了竹林少年苏景年担任府里的文学一职，我有被吓到，不知他意欲何为。他莫非想对宋子渊下手？贺冬之夜，宋子渊弹琴，苏景年作画，我在一旁包饺子，裴昭跟着我学包饺子，然后我们4人一起围在火炉旁吃饺子。我看见宋子渊的眼里是有笑意的，那样的笑意已经很久没出现过。她是王府里的女主人，比在丞相府还自在。裴昭给了她足够的体面和自由，她甚至会适当的在下人或外人面前扮演好护妻的角色。宋子渊是感激的，可他不开心。他拉着我的手说：“小锦，你可知道茫茫人海中要遇到一个知心人有多难？我已经没机会了，可你们还有希望。你莫要因为我错过一段缘。”那时我在心里庆幸宋子渊将爱情看得如此重，来日若宋家覆灭，至少那个苏景年能成为他心里的支撑。某种程度上来说，宋子渊同裴昭一样，他们作为筹码出生，他们的父母爱权力胜过于爱他们，这也许便是他们更执着于追求爱情的原因吧。这一刻，他看苏景年的眼里流光溢彩，他才16岁，正是憧憬爱情的年纪啊。苏景年走到我身旁，低声：“有人让我同你说，幸运永相伴。”我心头一跳，他竟是太子的人。吃完了饺子，裴昭留下他们2人，拉着我离开，到高楼看星星。这未免过于刻意，他不会是刻意纵容？再来个捉奸在床？不行。我问他为何让苏景年同我们一起过冬至。他说：“有几回，我看着你，你看着宋子渊，你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愧色和怜悯。很久以前我便知道宋子渊喜欢他，以前我并不在乎那些，我与他本就是利益联姻，我只在乎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有了你之后，我才知道，一个人若是遇不上一个知心人，或是遇上了却不能同知心人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孤独且黑暗之事。既然你如此在乎他，还特意交代不能薄待他，那么让他开心一点又何妨？如此，你同我一起时，是不是便不会那么愧疚了？竟是因为我，原是我将他想坏了。忽然有烟炮声传来，高处烟花绽放，无比绚烂。裴昭转头望了过去，光影明灭，少年的眼眸星光点点。哪来的烟花？我特意为殿下安排的，好看吗？我问。他点头，怎么忽然想看烟花了？我听到自己说：“殿下，成亲吧。”裴昭正愣在原地，我目光灼灼。不要那些繁文缛节，不要那些不相干之人。我们便在这里，烟花为证，月亮为证，成亲好不好？他的眸光动容，仿佛了好一会儿，拉起我的手，跟我来。他带我来到一间库房，我看见一套极精致的嫁衣，我才知道，原来从岛上回来后，裴昭便着手为我准备嫁衣，近日才完工。
我摸了摸盖头上的绣鸳鸯，这座宫好像同其他的不一样。绣工不算差，可若是跟嫁衣上的巧夺天工相比，便相形见绌了。裴昭咳嗽了一声，有些难为情地说：“我绣的。”我着实惊讶了。我听过一个传说，若新娘子的盖头是新人满心诚意绣出来的，便能得到月老的祝福，心越诚，他们便越美满。你信这些啊？为何不喊我绣？你的心哪有我诚？他忽然问我，你手里拿着什么？我把手藏到了身后，没有，双手将我环抱住，掏出来一个香囊，做工还不如那个盖头。他惊喜，为我绣的。换我难为情了。你要是觉得丑便不要了。不丑，是我见过最好看的香囊。我们换了婚服，对月下跪。月亮为证，我云锦愿嫁裴昭为妻，共度此生，永结同心。月亮为证，我裴昭愿娶云锦为妻，无论风雨，无论坎坷，无论生死，皆将携手前行，不离不弃，生生世世，永结同心。他还自己加词：一拜天地，夫妻对拜，月色如水，洒落在榻上。眼前的盖头被轻轻掀起，对上一双柔和的眼眸，我眼波流转，看着眼前俊美的少年。殿下，春宵一刻值千金。我缓缓轻身过去。稍等，我们还没有点红烛。我在心里哀叹这该死的仪式感。忍。他走向烛台，点了几根红烛。好了吗，殿下？稍等。他又拿起一篮子晒干的桃花瓣走过来，让我起身。他要在床上撒花，怪烂漫的。忍。我颇有耐心地等他撒完。可以了吗？我问。稍等。他说他走去桌案旁，仔细挑了一个熏香点上，然后到一旁洗手。再折腾下去，天都亮了。殿下，你过来一下。他擦干手走了过来，我手指轻挑他的下巴。红烛绵绵，熏香溢腻，桃花灼灼，郎君如此俊俏。我看见他的喉结滚动，耳朵嫣红，呼吸又重了些。烧什么烧？我一把将他推倒在榻上，按住他的双手，扶手贴了上去，不给他说话和反抗的机会。唇瓣相触，滚烫的呼吸交织，缠绵。他总算从善如流，回应着我，将我抱紧，心脏相贴，猛烈跳动，诉说着无尽的爱意与渴望，直至两人间呼吸困难。如此，便受不了了。裴昭唇角勾起笑意，微哑的声音，迷离的眼眸，如同蛊惑人心的妖孽。他抱住我，翻了个身，反客为主。某个瞬间，我似乎无法分辨自己只是在做戏，还是掺杂了其他什么自己亦无法参透的情愫。裴昭特意挑了个吉日抬我为侧妃。苏景年说有人想见我，他还说若我不见，那人便要到四皇府来找我。我去了一趟大杂院，那天的雨很大，少年站在雨里，身影显得有些破碎。我撑了伞，才刚下了马车，还未站稳，太子裴玉快步而来，不由分说地将我抱住。月儿，莫再去了，我会安排好一切。我有孕了，是他的。我的声音很平稳，没有多余的情绪。你可以散布消息，譬如裴昭宠妾灭妻，还让妾室率先诞下长子，宋明自然坐不住，他会对我肚子里的孩子下手。届时襄府和四皇子必将分裂，这个过程中，其他世家的心也必然动摇，你便可以趁机收拢人心，等待时机。裴玉松开了我，不敢置信地看着我。玉儿，我不需要你如此。若我的皇位要靠牺牲一个女人得来，我宁愿不要。裴玉，你体会过父母全族惨死在你面前吗？你经历过被人一次又一次的贩卖和毒打吗？你尝过被人炼毒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吗？你经历过饥寒交迫吗？你知道我这些年是靠什么活过来的吗？世家一日不除，这天下便会有越来越多像我这般苦命的人出现。
你是太子，你是寒门的希望，是为我族人和其他寒门昭雪的希望。现在你告诉我，你不要这个位子，你让那些已经牺牲的人怎么办？让那些将身家性命交付于你的人怎么办？让我怎么办？你是太子，便注定了不能沉溺于儿女情长，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皆将付诸东流。届时那些跟着你的寒门，还有我，都将会死。天下的子民也将继续活在世家的压迫之下。你是我们的希望，便该好好利用这场戏，让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世家落败之日，才是我的解脱之日，才是寒门的出头之日。至于缙云，你便当他泯灭在了当年那场悲剧里好了。说来也怪，过去怎么也脱不下来的手镯，今日却轻易被我摘了下来。我把手镯交回到他的手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他是承载了千万人希冀的太子，便注定了他不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私情，便该让这雨水将他浇醒。我转身上了马车，正要走，裴玉却忽然也钻了进来，抓起我的手，将那手镯带回到我手上。等我。说完便转身离开。我有孕这样的好事，自然要让宋明第一个知道。算算时间，我差不多该死了。那日，宋明来到四皇子府，我面色红润，童女使在一旁说笑，故意说漏嘴，透露我有孕之事。宋明的表情相当精彩，那张清高儒雅的脸裂开了。他自以为运筹帷幄，岂料我这个将死之人不但上位了，还先于宋子渊有孕。我会生下裴昭的长子，以裴昭对我的重视程度，来日若他继承大统，是有可能传给长子的。走到这一步，他不可能再换一个皇子扶持，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可他苦心经营的一切，很可能充作别人的嫁衣。他的目光如蛇般阴冷地看着我，而我第一次直视他，回以挑衅的笑意，又留给他一个惬意的背影。他权倾朝野啊，自然觉得捏死我如同捏死一只蝼蚁那样简单。可他将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力不从心。他一手扶持的裴昭，比他想象的还要强硬很多。他不可能明着跟裴昭对着干，而当他使阉府手段时，会发现王府里他的人早便被拔除了干净，整座王府被守得密不透风，我的院子更是加派了不少人手保护着。我的饮食起居亦有专人严格把控，便连他一手栽培的女儿也处处为我把关。他在外呼风唤雨，可在王府他根本没机会下手。那日宋子渊去了一趟丞相府，归来之时眼圈红红的，面上有殷红的巴掌印，我便知道他受委屈了。与此同时，在太子的操作下，坊间皆在传裴昭宠妾灭妻等言论。一想到宋明那头大的模样，我便开心的多吃2碗饭。裴昭和宋子渊默默承受外界的言论，在我面前却不露半点不好的情绪，他们怕影响我的心情。后来丞相府的补品流水般送了过来。呵，就这点手段，宋子渊让太医一一做了检查，才放心的送到我院里。裴昭不放心，又命人检查了一遍才放行。我百无禁忌，该吃吃，该喝喝。我这副被炼过毒的身子不可能生出孩子，即便侥幸生了，也必定活不久。靖家在我这一代注定要绝后，这口锅便是为宋明准备的。来年春天，向奎找来，他想去狱中探望向家二公子。我方知，原来去随他消失的那段日子，竟是为了运送粮草支援边关。向二公子向川8岁从军，同他的父亲一起镇守北方，守大夏国的安定。将士们为国出生入死，宋明为首的世家却拦截物资，欲将他们困死在边关。向奎为了报项氏的恩，冒着生命之危运送物资支援北方，还不惜以身试药，解了北方疫病危机。向氏父子好不容易凯旋归来，却又被世家诬陷谋逆，向二公子被判秋后问斩。我靖家的悲剧正在重演。我拿了裴昭的令牌，为向奎安排了一炷香的探视时间。这件事不可能瞒过裴昭，亦瞒不过宋明。可那又如何？裴昭信我，知道我被炼毒之事，他只会心疼，只会埋怨我为何没早点告诉他。秋日，我肚大难产，御医和产婆皆束手无策。裴昭急红了眼，我拉着他的手说：殿下，不要怕，去成家，
请向奎，他能救我。整个大夏国，向奎是第一个效仿神医华佗，行剖宫术之人。向奎来了，急疯了的裴昭竟然威胁他，若救不来我，他便是死。我瞪了他一眼，他理亏的闭了嘴。向奎问他保大还是保小，还说我怀的是双生子。裴昭不做犹豫的选择保大。向奎说顺产已无可能，只能剖宫，会比较血腥，请他出去。他不听，他握着我的手，眼睁睁看着向奎对我开膛破肚，将孩子抱了出来。那场面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阴影，他竟偷偷抹了泪，还发誓永不会再让我生孩子。孩子全乎吗？我明知故问，不敢去看那襁褓，期望孩子健康，大抵是全天下每一个母亲由衷的心愿。可他们很不幸地投生在我的肚子里，愿来世他们不要再找像我这样的娘亲。生育对龙凤胎，很健康。向奎说。我愣了愣，裴昭和宋子渊一人抱着一个孩子，围着我，暖融融的。一时之间，我竟分不清此刻的心情。阿爹阿娘生我时也是这副模样吗？离开前，向奎留下一句话：侧妃独大难产，怕是被伟大的，日后还需好生照料。裴昭也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他抢过宋子渊怀里的孩子，冷冷地盯着宋子渊。殿下，不是宋姐姐，她是深闺女子，不可能懂那些。我虚弱道，意思很明显，是丞相夫妇想借宋子渊的手置我于死地，也不枉我这段日子的胡吃海喝。竟是我差点害了你和孩子。宋子渊满目愧疚，不是你的错，宋姐姐。殿下，宋姐姐，我和2个孩子能活下来，皆因向亏。能否请你们在合适的时机，为向2公子请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想为孩子积福。天亮后，裴昭和宋子渊一人抱着一个孩子入了宫。听闻太后很是高兴，便连一向对裴昭颇为不满的陛下，也难得的对他和颜悦色，还为孩子赐了名字。裴昭面上不显，心里却是极高兴的。从前他无论如何努力，皆入不了他父皇的眼，如今他为他的孩子赐了名，他高兴了，皇后和丞相却气疯了。有裴昭夫妇为向家求情，再加上朝堂上太子一党的谏言，宋明无可奈何。向2公子被改判充军，戴罪立功。宋明能怎么办？骂一骂裴昭后，还是要扶持裴昭。至于我的孩子，日后再收拾便是。毕竟历朝历代死几个皇子是常有的事，他并不担心。甚至日后他取而代之，把国姓改为宋，也不是不可能。可他没机会了。裴昭这一次的倒戈，终是让很多世家寒了心。他对于侧妃和长子的重视，也让世家的心动摇了。在接下来的1年多时间里，有一些世家开始暗投太子，明面上太子一党依旧弱势，他们将宋明捧得高高的，让他得意，让他忘形。又是一个中秋前夕，皇帝病危，以宋明为首的世家发动兵变，裴昭逼宫。裴昭给了我和宋子渊一人一份休书，安排苏几年带我们离开。他说，若是成，我会去接你们。若败了呢？那你便是自由身，天高海阔。此后余生，你和孩子替我去看一看吧。你便不怕我跟着你殉情吗？你不会。宋明胜券在握，向2公子却已经带着几万精兵埋伏在城郊，就等着他们逼宫，再以谋权篡位之名斩杀他们。一夜之间，天下2都易主，太子登基。到底是谁？宋明被绑在地牢，往日的儒雅清高全无，只剩满身狼狈。那身长衫浸满血渍，红得刺眼，如同当年我进家那满地的鲜血。他的眼神从阴冷到愤怒到怨毒。到底是谁？他问我，我用雪白的帕子擦着手里的尖刀，笑得阴冷。我便是你口中那自不量力的，妄想撼动百年世家的卑微奸民啊！你是不可能。想起来了，怎么不可能？你的好儿子是我亲手杀的，那并不是花疗，是毒。准确地说，他当时只是假死的状态，
却被你们给活埋了。我杀了你！声大笑，又刺了他一刀，血液喷溅到我的脸上，显得我像地狱里出来索命的恶鬼修罗，比当年的他还可怕渗人。我用最狠厉的刑具一个一个折磨他，有些刑具还是他创造出来的呢。他一开始还有点傲色，后来只剩金黄，再后来他苦苦求饶。饶了你！我忍不住笑了。族人苦苦哀求你时，你可曾饶过他们？我阿娘大着肚子求你时，你可曾饶过他？那些匍匐在你脚下求你饶他们一命的平民，你可曾饶过他们？你没有，你伪善，你清高，你看不起寒门，看不起平民，你权倾朝野，享受着百姓的供养，却不择手段，视人命如草芥。那么，你和你那些吃着人血馒头的族人，都活该死在你口中的贱民蝼蚁手上。放心，我不杀你，我会砍掉你的手脚，将你做成人质。你会像我当年那般，亲眼看着族人被一个个斩杀死。他眼里惊恐万状，我手起刀落，砍去他的四肢，又命太医为他医治，务必确保他长命百岁，享无边苦痛。裴玉给了我亲自送走裴昭的机会，他的牢房条件相对优越，有窗，有桌案，不臭不脏，这是我为他申请的优待。他有洁癖，当初在岛上之时，他也要整洁不苟的。可是现在的他，孤寂地坐在角落里，衣衫有些许凌乱，额前的碎发也没有收拢起来。他正拿着我送他的香囊，怔怔出神。裴玉已经同他说了我的真实身份，可他看见我时，却没有很明显的情绪反应，眼眸依旧柔和。他看着我走过去，看着我在桌上摆上酒菜，看着我拿起酒壶，给他和我哥斟了一杯酒。他看我，我却不知为何不敢与他对视。我要端起酒杯，他忽然伸手盖住杯口。他知道这是送他上路的酒。我轻笑道：我是被炼过毒的，百毒不侵。喝酒伤身。他轻声说：最后一次了。我低声说着，抓开他的手，一饮而尽。我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有什么想问的，问吧。他看着我一杯接着一杯地饮，终是开了口：孩子，我托付给了宋姐姐和苏几年。对了，苏几年也是裴玉的人。别好。又是良久的沉默。我倒完了最后一杯酒，酒壶已空。他问我有没有爱过我。我饮下最后一杯酒，抬眼看向他，迎着他柔和的目光，缓缓轻声过去，附在他的唇上，将那杯酒渡到他的嘴里。祝愿你来世有父母疼爱，有和睦相处的兄弟，有全心全意爱你的女娘，还有子孙满堂。我无法描述他最后的眼神，为什么没有一丝怨恨？为什么还是那样柔情似水？他该恨我的啊！我看着他倒在我的面前，终于泣不成声。我欠他一句对不起。来看他之前曾经的贵妃，如今的太后同我说：昭儿这孩子本性是好的，我见过他幼年时极用心的救一只树上掉下来的雏鸟，结果却被他母后训斥了好久。他们还当着他的面将那只鸟摔死。一个孩子的心便是这么日复一日变冷的。他的父皇原本并没有那样冷落他，是因为晋家的覆灭。父皇存上了世家和皇后，连同他也被迁怒。一开始他还想要讨好，可是一次又一次被厌弃，到后来逐渐认命与淡漠。向奎来找我，他问我为何不把孩子带在身边。你知道的，我被炼过毒，活不久的，便不要让他们对我有太多印象了。我会治好你。树治不好的，而且我怕苦，不想喝药。最后的时光，我想去看一看那片高海阔。一起吧。我留了一封信，将手镯压在信上，同向奎离开了长安。他一边悬壶济世，收集药方，一边做了各种药丸投喂我，甜的一点也不苦。我们走到了偏远的山村，却依旧能听到百姓称赞当今陛下，譬如减免了各种苛捐杂税，譬如平民无需高官贵族举荐也能参加科举了。
譬如女子能独立落户了，贞节牌坊被推倒了；譬如北方被项将军收复了，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譬如晋家和其他被构陷的寒门全都翻了案，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阿爹阿娘很久没来我的梦里了，他们在天有灵，该是瞑目了。我的身子一日比一日爽利，应该还能活很久。医毒不分家，我也用我的毒救了不少人。3年后，我们踏上了归家的路。向奎回了长安，而我去了一个鸟语花香的城镇。朗朗的读书声从一个私塾里传了出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看见那私塾的门匾上写着云锦书院，竟是我的名字啊！我蒙着面纱，只敢远远地望着。我看见了宋子渊和苏景年。桃花树下，宋子渊大着肚子，苏景年将耳朵贴在他的肚子上，在说着什么。他们眼里皆是幸福的笑意，真好，他值得这样的幸福。过了一会儿，有几十个孩子兴高采烈地从私塾里跑出来，面上是放学的快乐。我盯着每一张脸辨认，生怕错过什么。直到最后，一个年轻俊美、温润如玉的年轻男子走了出来，他左手抱着一个4、5岁的小姑娘，右手牵着一个小男孩。2个小孩长得很像，肉嘟嘟的脸，可爱极了。我就忍不住热泪盈眶。有个大娘拍了一下我：“姑娘，你也看上那苏家2公子啊？还有谁看上他了？”那可多了。大娘笑得暧昧，话匣子一开便停不下来。苏2公子青年才俊，生得俊俏，十里八乡看上他的女儿家多的事儿，可媒婆把门槛踏烂了，他愣是一个瞧不上。为何？他对他那个亡妻情深意重，你不知道吧？这家私塾叫云锦书院，用的便是他那亡妻的名字。他是个心善的，镇上有很多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他通通照收不误，但是会要求学生用柴米瓜果等抵了学费。其实都知道那些连学生的伙食费都不够抵的，但是他对外接称他们交了学费，同其他学子是一样的。当年那杯酒的确是毒酒，却不是要他命的毒酒，而是一杯让他忘记过去的酒。我用陛下欠我的那条命，用我与陛下青梅竹马的情谊，用我那些年为寒门付出的一切，用我能换的一切，求来了裴昭和宋子渊能光明正大活着的机会。宋子渊与苏几年终成眷属，而裴昭已经死了，如今的他叫苏昭，他是苏家的2公子，苏几年的弟弟，有父母疼爱，有和睦的兄嫂照应，有满心满眼皆是他的2个孩子。这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利益权衡，没有无边孤寂，只有纯粹饱满的爱包围他。过去的那些不堪，忘了便忘了吧，包括我。3年前，我托苏几年给失忆的他留了一封遗书，我已经是他的亡妻。大娘又忽然放低了声音：“听说县令的女儿也瞧上他了，那可是我们县的第1美人，生的那叫倾国倾城，没有男人不喜欢，你怕是没机会喽。”也好，我转身离开，他该遇到更好的女娘。我同我的夫君和孩子擦肩而过，有风吹来，迷了我的双眼，吹落我眼角的泪珠。姑娘，这是你的吗？身后一声熟悉的声音，我心头一跳，回头，苏昭拿着我那被风吹走的面纱，我点头。他蹲下身，将怀中的小姑娘放下。福儿，给姐姐送去。小姑娘双手将面纱交到我手上，她一双圆溜溜的眼珠子打量着我，忽然喊道：“爹爹，姐姐童话上的娘亲长得好像。”福儿，不可无礼。抱歉，侄子不懂事，请姑娘莫要见怪。母爱，她很可爱。我说，我们互相行了礼，各自转身离开。走出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却见他也回过头来。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见我沉默无言。抱歉，姑娘，是我唐突了。他说，他默默地转身离去。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怔愣出神。
小姐，真的是你，我还以为你……孟子渊和苏锦年急急走来，他抱着我泣不成声。苏锦年必是同他讲了我的身体，我如此久没回来，他以为我已经死了。他问我，你不认我们，是否还芥蒂当年的事？我曾想，我屠了宋家满门，对于宋子渊来说，我是否便如同当年的宋明？可是他说，小锦，我爹宋家获罪，皆因他们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每一条皆是无可饶恕的重罪，同你并无关系。你是受害者，是宋家欠了你。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享受了他们掠夺而来的优待，我理应同他们一起接受制裁。是你为我求来了先生，如今我只是苏家的长媳，只是你的姐姐，你莫要再心存芥蒂。宋姐姐，苏锦年说，还有苏昭和孩子，你当真放得下吗？我们一起回了云锦书院。面对一脸疑惑的苏昭，苏锦年同他解释，她的确是你的妻子，其中的缘由由他同你解释吧。宋子渊和苏锦年把我拉到一旁，重复了大娘那些话。苏昭如今可抢手了，青年才俊又生得好看，媒婆把门槛都踏烂了，可他一个没瞧上。他们让我要多点耐心，好好哄哄，哄不好也别气馁，反正来日方长。我同苏昭并肩漫步在鸟语花香的路上，我同他说，如果我说当年我病入膏肓，做了最坏的打算，才给你留了那样的一封信，而这3年我其实是去治病了，方才不敢认是因为近乡情怯，你信吗？他点头，而后问我，治好了吗？好了。我说，那便好。好像也没那么难哄。我的手缓缓移了过去，勾了勾他的手指，他愣了下，却没有躲开。我胆子又大了些，便牵上了他的手，十指紧扣，掌心相贴，心跳有点快，气氛很微妙。我们以前便是这样牵着走的。他了一声，面色同我一样，有点红。你以前有想过我是什么模样吗？我时常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娘，能让大哥大嫂提到变红了眼？是什么样的女娘，才能为我生出如此可爱的2个孩子？我想象不出来，可我知道皆不是我见过的那些女娘的模样。直到今日你出现，我便觉得，我的妻子便应该是你这个样子。我听着听着，不由得弯唇而笑，他的唇角也微微扬起。记忆会流失，爱的感觉却永久刻在了骨子里，只要他出现，便能轻易唤醒。云锦书院并不赚钱，家里的营收多来自卖出的字画，不管是苏昭、宋子渊、苏锦年，他们的字画皆是1等1的，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可他们皆是斯文人，不善商道，字画被中间商黑了大半。我来了之后，管起了字画的买卖，家里的营收立马翻了好几倍。苏父苏母皆是极善良的老人，他们对宋子渊、苏昭、我都视如己出。宋子渊和苏昭在生身父母那得不到的，在苏家都加倍的补上了。而我在2个老人身上看到了我阿爹阿娘的影子。世上爱孩子的父母大抵都有着相同的模样吧。唯一让我们有些哭笑不得的是，他们如同那些隔代亲的老人一般，将福儿和宝儿简直宠上了天，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摔了。可是我想，若我阿爹阿娘在，必定也同他们一般将外孙宠上了天。这有什么要紧的？在爱中长大的孩子，在那么多可爱可亲的人身边长大的孩子，能宠坏到哪儿去？我又做了一些买卖，有了积蓄后，我拨了一部分钱，开了一家大院，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孩童们。在他们身上，我仿佛看见了昔日的自己，竟得诸多良善之人相扶，方守得云开见月明。如今我也想成为那撑伞之人，这些孩子再不必颠沛流离，再不会任人贩卖辗转，再不会被骗去炼毒，再不会挨冻受饿。他们有热饭可食，有暖床可眠，有书可读，有师长循循善诱，教导他们分辨是非，传授他们谋生之道。他们会成为一个有温度、有责任心之人，成为另一个撑伞人，去为其他淋雨的人撑伞。
我到苏家后，依然有不少媒婆上门要给苏昭说亲，还有人在那儿嚼舌根，说我名不正言不顺的，是自己厚着脸皮贴上来的哟。在他们心里头，苏昭的原配夫人已经去了，我这突然间冒出来的人，他们可不认账哟。我无所谓，这点口水根本伤不着我。苏昭却提出再成一次婚，他说如此，他们便皆知他已娶妻，便不会再登门。如此，那些见过我的郎君们便不会再来打听我是不是成了亲，我也是有人惦记的。我点了头，而后我才知晓，自我归来之日，苏昭便已悄悄为我筹备嫁衣。当我看到那绣工不松差，却跟嫁衣上的巧夺天工相形见绌的红盖头时，不由得眼眶泛红。我摸着盖头上的鸳鸯，这做工好是同其他的不一样。我听到苏昭有些难为情地说，我绣的。我听过一个传说，若新娘子的盖头是新人满心诚意绣出来的，便能得到月老的祝福，心越诚，他们便越美满。你信这些啊？为何不喊我绣？你的心哪有我诚？我顿时泪眼连，把苏昭吓坏了。我也拿出一个很丑的香囊，他很高兴地挂在腰间，说这是全天下最好看的香囊。我没有娘家人，原本想从大院出嫁，一切从简。可成婚前一日，长安忽然来了人，向奎，大夏国第一个女官，我的至交向川，大夏国骠骑大将军，向奎的夫君裴玉，大夏国国君化名云星，我的兄长，大夏国太后，我的干娘。他们一来，便在全城最贵的一座府邸挂上一个门匾，命名云府，落款裴，整座城皆炸了。能不炸吗？谁家的门匾是皇帝亲笔提名的？谁家的娘家人是骠骑大将军和大夏国第一个女官啊？何况还有那出身不明却必定贵不可言的兄长和干娘。我被接到云府，太后亲自为我梳发，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四梳梳到4条银笋锦标齐。你呀，爹啊娘在天有灵，看见你今日的模样，必定十分欢喜。他将头上的玉簪子拔了下来，插在我的发髻上。这是我成婚时你阿娘赠予我的，如今转赠于你，愿你夫妻幸福安乐。多谢干娘。又感慨了一句，那孩子是个有福气的。出门之际，裴玉走了进来，其他人便无声地退下了。如今的他，举手投足间尽显沉稳，贵不可言。我穿的是他为我定制的嫁衣，比苏昭为我准备的还要奢华得多。他的眼眸在我的嫁衣上停留，似有无限欣慰，又伸手无言地为我整理裙摆。最后，他从怀中缓缓掏出了一个熟悉的手镯，那是我曾2次退还于他的手镯。玉儿，带着它，这一世我便只是你的兄长。我伸出手，你倒是从善如流。他笑了一下，将手镯套到我的手腕上。我从云府出门，10里红妆，来到云锦书院，接了苏昭，绕城1周，回到云府。没错，裴玉说云家的姑娘只招婿不出嫁，他是大舅哥，他最大，他说了算，无人敢反驳。礼堂上，裴玉牵着我的手，将我一步步引向苏昭，再将我的手真知又真的交到苏昭的手上，说了一句：愿你2人鸳鸯比翼，幸福绵长。酒席从街头摆到街尾，见者有份，宴请全城。我心里直犯嘀咕，太夸张了，裴玉莫不是把他的大半个私库花我身上了？可我没来得及问，听闻他看着我行完礼后，却连酒席皆没吃便离开了。我大婚这日，大夏国颁布了3条举国同庆的政令：1则大赦天下，2则免赋税3年，3则开放女子参加科举。事后，苏锦年同我说：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要来抢亲。我笑笑，怎么可能？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们首先是亲人。我知道他的底色是良善的，他从来不会，也舍不得逼迫我做任何不愿做之事，因为他知道我的性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穿他为我定制的嫁衣，戴他送的手镯，已经是他的极限操作了。这点要求其实一点也不过分，何况他千里迢迢而来，所做的一切皆是他作为娘家人
作为兄长，想要给我的底气，他希望我好，我亦希望他好。婚房里，我趁着苏昭不在，换了他为我做的嫁衣，却找不到他绣的盖头。苏昭回来看见，问我怎换了嫁衣？你用心准备的，不能让你留遗憾。不要紧，我一路接踹着那方盖头。月老定誓，见证了我们的婚礼。好吧，难怪找不到，原是他拿了。我问他，关于我忽然冒出的娘家人，你是否想知道些什么？他说，想，也不想。想，是因为想了解你的一切；不想，是因为若是可以说，你早便告诉我了。若是他们的身份不方便与他人说，那便不说了。你选择了成为我的妻子，伴在我和孩子身侧，便已是上天最大的恩赐，其他的并不重要。其实苏昭不知道，太后也为他带了一件礼物。他的生身父亲因身体原因来不了，却用心地为他打了一只黄金如意称。称心如意是一个老父亲对儿子忠心的祝福。那如意称借苏几年的名义送到了他的手上。太后说，然后谁能想到呢？最后是锦家的女儿就属了他。他终归是个有福气的，遇上了你。何尝不是他救赎了我？我曾对他满心欺骗，他却对我全然信任。我也曾不再相信爱，不敢去爱，他却用最纯粹的爱，让我在真真假假中，最后只剩下真。我目光灼灼，看着眼前温文儒雅的青年。夫君，春宵一刻值千金。我缓缓轻身过去，却被他捂住了嘴。夫人稍等，我们还没掀盖头。这该死的仪式感！他掏出盖头，盖我头上，很有仪式感的用杆子掀开我的盖头。我转身将他压倒。夫君，盖头掀好了，红烛，熏香我也给你点上了，连这桃花也给你铺上了，可以了。我俯手吻了上去，倾注了全部的爱意，而他从善如流，回应了与我相对等的爱。我们皆曾困顿，曾迷茫，曾落泪，幸而不曾放弃彼此。即便风雨飘摇，但人间值得。